两根同样粗细大小的软管不好接，没有接头怎么办？今天教你只用一根铁丝就能接好，既方便还耐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，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软管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生活中很多场景都能够用到。当然，肯定也会遇到管子不够长，需要连接一节的情况。遇到这样的情况下，您都是如何去操作的呢？尤其是同口径的软管如何连接，好多朋友都会发愁。这同口径的软管肯定是接不到一起的。再去买一下接头，既费时间又费精力，还费金钱。接下来我来告诉你如何正确的把管子接到一起，而且用这个方法保证多大的水压都冲不破它。首先在接软管之前我们先做一些准备工作，这能够使我们后期接软管时变得更加的顺畅。首先我们拿出剪子，在这个接头这里剪下一个豁口，大概1公分多左右。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两根水管衔接时更容易，而且接口处也会更加的平整美观。接下来得准备一点润滑剂，如果没有专用的，那家里的洗洁精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们往接头这里涂抹少许的洗洁精，洗洁精抹上之后有非常好的润滑效果，用量不需要太多，接头这里涂抹均匀就可以。然后记得先把手清洗干净，否则会弄到手上就会滑溜溜的，待会儿就更加没有办法用力了。好了，现在先将其放在一边。接下来我们把另外一个接头放进一个容器里边，然后用开水来烫一烫。这种类型的软管一般在80到85度开始软化，并且富有弹性，所以温度不要太低。烫一烫，我们就可以对软管任意的塑形，可以扩大也可以捏小，这会更方便我们后续的操作。烫个30秒到1分钟左右就行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两手捏住两个接头，将有润滑剂的一头塞进有弹性的一头就可以。这样水管接进来后，被烫过的这头热胀冷缩，冷却下来后就会紧紧包裹住另外一个接头。当然，目前这样做还是不够牢固的，因为很容易就会被水压冲开了，所以我们还得有下一步的操作。这边我们准备一根铁丝，用胶把钳把铁丝的一头在这里剪个尖角，像这样尖尖的。我们再把它穿过刚刚接的软管接头，像这样给它穿过去，过程可能会有点滑，所以我们可以戴个防滑手套，那样会更好操作的。穿过了后，我们用铁丝绕过软管2圈，加强固定。然后再用工具给它拧紧，收尾就好，让它和管子平行，这样的话使用过程中不容易扎到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好了，这样我们两根同样粗细大小的软管就接好啦。这样在接好管子之后，它就不容易打滑，更加不容易脱落了。我们两手往反方向拉扯都不会脱落，所以即使水压再大，捆好之后它都不容易脱开。对于这个操作，有很多朋友都持有质疑的态度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实验给大家看看。把水管接上水龙头，再把水量开到最大，是不是一点没漏水呢？日常的生活知识属于常识，常识越多的人知识面越广，在应对日常生活的困难时也会得心应手，就不会盲目的去解决问题，从而导致问题又没解决，而困难又增加了。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以上是专业性的问题，也有可能会认为这是水电工所学的专业，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没必要学这些东西。但是您想想，
如果一个简单的事情自己能做，那就没必要请人。而且现在工价特别高，对于接根水管又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所以您去请工人做事，工价高了你不给，工价低了他不干。所以简单的事情自己能做最划算。对于一些是懂装懂的人而言，他们会认为2根软管的水管接到一块，那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吗？还需要您介绍？这一点都不假。但是想要将2根软管水管接好，耐用性强还不漏水的情况下，那可是需要专业知识的。所以您都学会并记住了吗？以上的方法就是一个专业的水电工介绍给我的，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正儿八经的实操过，真的很牢固，而且现在都不存在漏水的现象。大家生活中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况需要接管的话，可以考虑今天的这种方法。当然，如果您还有更好的方法，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哦。您的留言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